1903年的底特律，空气中弥漫着煤炭的烟尘和马粪的气味。当时的汽车是少数富人的精致玩具，每一辆都由技艺精湛的工匠手工打造，线条优雅，内饰奢华，像一件件移动的艺术品，停在豪宅门口，与主人的丝绸礼帽和下午茶相得益彰。然而，有一个叫亨利·福特的家伙，却像个闯入瓷器店的公牛，对这一切精致嗤之以鼻。他既没有显赫的工程师头衔，也不痴迷于打造什么传世艺术品。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近乎疯狂的念头：我要为大众制造汽车。它必须足够大，能容纳一个家庭，也必须足够小，能让一个人轻松驾驭。他要用最好的材料，由最好的工人制造，设计上力求最简化。它的价格必须足够低，让任何一个有稳定收入的人都能买得起。这个念头在当时听起来，就像今天有人说要给每个家庭配备一艘私人潜艇一样，荒诞不经。当时的汽车制造商都是完美主义的信徒，他们追求的是更强的马力、更华丽的装饰、更复杂的工艺。而福特这个门外汉却在做减法，他砍掉了所有不必要的装饰，简化了复杂的机械结构，甚至为了提高生产效率，做出了一个让整个行业都嘲笑的决定：所有 T 型车只有一种颜色，黑色，因为黑色油漆干得最快。顾客可以拥有任何颜色的汽车，只要它是黑色的。这句话在今天听来是霸道的商业宣言，但在当时却是对完美和精致最彻底的背叛。福特不在乎汽车是否五彩斑斓，他只在乎它能否以最快的速度、最低的成本从生产线上滚下来，奔向千家万户。他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人士。当学院派的工程师们还在图纸上争论最优的发动机参数时，福特已经在车间里和工人们一起用扳手和机油一次次地试错。他甚至引入了在屠宰场看到的流水线作业，把造车这一高雅的工作变得像分割猪肉一样粗鄙而高效。这种做法在当时被视为对工匠精神的亵渎，是一种肮脏的生产方式。福特有道德洁癖吗？恰恰相反，为了获得生产所需的钢材，他与当时名声并不算好的金融家打交道。为了推行他的流水线，他用在当时看来近乎冷酷的效率管理，压榨着工人的每一分精力，同时也开创性地为工人提供远超行业标准的$5日薪，以此稳定劳动力，吸引最优秀的人才。他不是圣人，他是一个目标感极强的实用主义者。为了那个让汽车跑遍美国的宏大目标，他愿意在道德的灰色地带起舞。结果我们都知道了，那个被同行嘲笑的黑色怪物 T 型车最终卖出了超过1500万辆。他碾过乡间的泥泞，穿过城市的喧嚣，彻底改变了美国乃至世界的生活方式。福特用他那种不完美、不专业、不干净的方式，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财富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亲手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。而那些曾经追求极致完美的、拥有无数专利证书的、坚守道德高地的竞争对手们，大多都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，干净地、专业地、完美地破产了。从福特的故事里，我们能提炼出什么？不是他的商业模式，也不是他的管理技巧，而是一种更底层的、更核心的东西，
一种粗粝的生命力。这是一种敢于把手弄脏的勇气，一种不被标准答案束缚的智慧，一种为了核心目标可以舍弃一切细枝末节的魄力。它不精致，甚至有些野蛮；它不完美，甚至满是瑕疵；它不纯粹，甚至夹杂着泥沙。但正是这种粗粝感，让生命拥有了在任何土壤里都能生根发芽、野蛮生长的力量。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题，恰恰是这种粗粝生命力的反面，那些困住无数普通人的看似优秀的思维枷锁。他们像福特同时代的那些完美汽车一样，精致、体面，却最终让我们在时代的洪流中寸步难行。第一重枷锁，告别道德洁癖，在价值的泥泞中打滚。越是没背景的人，越爱把自己的办公桌擦得反光。这句话极其精准，因为对于资源匮乏的普通人而言，唯一能牢牢抓住并引以为傲的，似乎只剩下道德和规则。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做一个好人，一个干净的人，这种教育本身没有错，但当它演变成一种道德洁癖时，就成了我们前行路上最沉重的镣铐。我曾认识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师，我们叫他阿哲。阿哲的设计功底深厚，审美在线，但他有一个致命的问题，极度的道德洁癖。他坚信，工作就应该是纯粹的、透明的，不能掺杂任何人情世故。有一次，公司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，甲方是出了名的难产，项目总监把核心设计交给了阿哲，并暗示他，甲方的决策人王总私下里是个狂热的钓鱼爱好者。总监的意思很明显，希望阿哲能主动一些，在专业之外找到一些连接点。阿哲对此嗤之以鼻，他觉得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，更是对设计的亵渎。我的方案足够好，为什么要搞这些歪门邪道？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，通宵达旦，把设计方案打磨得像一件艺术品，每一个像素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和骄傲。与此同时，公司里另一个资历尚浅的设计师小马却用另一套打法。小马的设计能力远不如阿哲，但他听说了王总的爱好后，业余时间研究了各种渔具，甚至跑去王总常去的钓鱼俱乐部偶遇了几次。两人从聊鱼竿的调性到分享钓点的秘密，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鱼友。最终的竞标会上，阿哲的方案惊艳了所有人，包括王总本人。但在最后的决策环节，王总却选择了小马那个在专业人士看来漏洞百出的方案。理由是，小马的方案虽然不够完美，但他更懂我们想要什么。阿哲愤然离职，他觉得这个世界太脏了，容不下一个干净的理想主义者。他至今仍在不同的公司间辗转，怀抱着他那一尘不染的才华，抱怨着遇不到伯乐。阿哲错了吗？从理想主义的角度，他没错，但从生存和城市的角度，他大错特错。他不懂，成年人的世界是一个价值的泥沼，而不是一个无菌的实验室。你想获得价值，就必须亲自跳进去，在泥泞中打滚，而不是站在岸边，指望果实会自动掉进你干净的口袋里。真正的干净，不是一尘不染，而是出淤泥而不染。前提是，你得先入淤泥。那些看起来低级的社交，那些需要放下身段的请教，
那些看似不务正业的圈子，往往才是信息、资源和机会的真正汇集地。生存法则的升维，建立价值缓冲区，把你的世界分为核心区和缓冲区。在核心区，比如你的专业能力、产品质量、人格底线，你要保持绝对的干净和透明。但在缓冲区，比如人际交往、信息交换、资源链接，你要允许灰尘的存在。给领导带杯咖啡，帮同事点个外卖，这些不是巴结，这是在润滑你的人际环境，是用极低的成本为你的核心价值铺路。从道德评判转向利弊分析，遇到一件事，不要下意识地用好坏、对错来评判，而要学会用有利有弊来分析。靠近一个油腻但有结果的前辈，不是为了学他的油腻，而是为了获取他拿到结果的方法论。这不叫同流合污，这叫师夷长技以制夷。训练情绪脱敏、道德洁癖的本质，是对负面情绪的极度恐惧。被客户骂、被领导批评、被同事误解，这些都会让洁癖患者感觉自己被污染了，需要耗费大量心力去清洗。你必须刻意训练自己对这些污渍的耐受度。记住，情绪是你的仆人，不是你的主人。真正的高手能在情绪的惊涛骇浪中稳坐钓鱼台，只关注目标的达成。第二重枷锁，戳破专业主义的泡沫，从学习者进化为解决者。高学历、高知人群往往是专业主义最忠实的信徒，也是最悲哀的囚徒。他们像一群迷恋藏宝图的探险家，毕生都在收集和研究地图，却从未真正出发去寻找宝藏。他们坚信，只要自己再多读一本书，再多考一个证，再多上一门课，就能拥有万全的准备，然后一鸣惊人。这是一种深刻的错觉，因为在真实世界里，价值不是由你的知识存量决定的，而是由你的解决变量决定的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是国内顶尖大学的博士，研究的是宋代文学。他的专业知识，用学富五车来形容毫不为过。然而，博士毕业后，他却陷入了深深的焦虑。进高校，教职稀缺，竞争激烈；进企业，专业不对口，一身屠龙之技无处施展。他时常感叹：我读了这么多书，到底有什么用？与此同时，我认识的另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年轻人，我们叫他小 K。小 K 痴迷于短视频，他没上过任何专业的编导课程，但他把市面上所有火的短视频都扒下来，逐帧分析，开头3秒的黄金法则， BGM 的情绪卡点，文案的钩子设计，他一边学，一边模仿，一边拍。最初的视频粗糙不堪，但他不在乎，他只关注后台数据、完播率、点赞率、评论率。根据反馈，他快速迭代。1年后，小 K 成了小有名气的短视频博主，并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专门为企业提供短视频代运营服务。有一次，他接了一个文化旅游项目，甲方要求视频要体现当地深厚的历史底蕴，小 K 团队的文案能力显然不够。他做了什么？他通过付费咨询，找到了我那位研究宋代文学的博士朋友。那个下午的场景极具戏剧性，一个高中生在会议室里向一个博士请教如何用3句文案讲清楚一个历史典故的魅力。博士引经据典，
滔滔不绝，而小 K 则在一旁不断地打断他：老师，这个太深了，用户听不懂，能不能再简单点，再有趣点？最后，小 K 从博士那1个小时的专业论述中提炼出了3句朗朗上口的文案。视频上线后爆火，他付给了博士5000元的咨询费，而他从这个项目中赚了50万。这个故事就是对专业主义最辛辣的讽刺，不是知识无用，而是为了知识而知识的专业主义，在商业世界里一文不值。那个博士是学习者，他拥有知识，而小 K 是解决者，他利用知识。社会奖励的永远是后者。人越专业越废的本质是，当一个人在某个领域钻得越深，他的视野就越窄，对外部世界的需求就越不敏感，也越害怕犯错。他会陷入知识的诅咒，高估理论的价值，低估实践的意义。破局之道在于从输入思维切换到输出思维，用项目代替学习，不要再问我需要学什么才能开始，而要问为了完成这个目标，我需要立刻学点什么。把系统性的、漫长的学习切换成项目制的、即时性的碎片化吸收。想学写作，别去报班，直接开个公众号，逼自己每周写1篇。想学编程，别去啃砖头厚的教材，直接去接个小活，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学习。拥抱低级打法，任何领域都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2种玩法。在没有拿到结果之前，永远选择后者。能用一个简单的 Excel 表格解决问题，就不要去碰复杂的 ERP 系统。能用一句大白话讲清楚的道理，就不要去拽专业术语。先用最低的成本拿到最快的结果，先生存再谈发展。从单打独斗到跨界合作，你不擅长的总有人擅长。专业主义者总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全能的瑞士军刀，结果每个功能都平平无奇。而真正的诚实者懂得把自己打造成一块磁铁，去吸引和链接那些拥有不同刀片的人，就像小 K 链接了博士的知识一样。用价值去整合价值，才是最高级的杠杆。第3重枷锁，撕掉完美主义的伪装，在快速迭代中进化。如果说道德洁癖是对过程的苛求，专业主义是对资格的迷信，那么完美主义则是对结果的恐惧。你以为你的方案一次次被打回，是因为不够好；你以为领导让你反复修改，是为了追求卓越。别天真了，很多时候，这只是一场服从性测试。当一个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，稳定压倒一切，一个棱角分明、才华横溢的艺术品，对老板而言，远不如一个虽然粗糙但绝对听话的工具来得安全。你的完美主义，恰好成了他们对你进行规训和打压的最好借口。你把方案打磨得像自己的孩子，每一次被否定，都像是心头被剜了一刀。你反复内耗，怀疑人生，最终在精疲力尽中，交出了一个和第一版相差无几，却耗费了你无数心神的最终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的锐气被磨平，棱角被削掉，你变得成熟而稳重，也彻底失去了创造力和主动性。看清这一点，你就该明白，职场上的完美主义本质上是对被评价的恐惧。
你害怕被否定，害怕不被认可，害怕自己不够好，而上级正是利用了你的这种恐惧。真正的破局者从不追求在起点就完美，他们追求的是在终点前完成。Facebook 的早期办公室里贴着一张著名的海报 Done is better than perfect， 完成比完美更好。这句话是整个硅谷创新精神的内核。与其自己闭门造车，耗费10天时间提交一个自认为完美的100分方案，然后被一票否决，不如花1天时间先提交一个60分草稿，然后拉着你的领导同事一起共创，让他们把意见和想法注入进来。这样一来，最终的方案就成了集体智慧的结晶。即使不完美，责任也是共担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从无尽的内耗中解放了出来，要耗也让别人耗去。我们要从艺术家心态切换到产品经理心态，交付最小可行性产品 MVP。 你的每一次工作成果都不是最终作品，而是一个用于测试市场反应的最小可行性产品。先把它扔出去，看看会激起什么样的水花。有批评，太好了，这是宝贵的反馈；有建议，太棒了，这是迭代的方向。没人理，那说明方向错了，赶紧掉头。成本最低，把垃圾变成资源。永远不要害怕暴露自己的不完美，把你做的最差的一版、最没把握的想法主动拿出来讨论。这不仅能帮你快速获得指导，更能降低所有人的心理预期。当所有人都觉得你只能做到60分时，你偶尔做到80分就是经验。而一个长期追求100分的人，偶尔做到95分都会被认为是失误。抢占在场权，商业竞争不是奥斯卡颁奖典礼，没人会等你准备好再开幕。只要你还没被淘汰出局，你就要想尽一切办法留在牌桌上。效率高，跑得快，哪怕你做出来的是一堆垃圾，只要你有能力快速把它修正成成果，你就是有价值的。而那个还在打磨第一件艺术品的人，可能连上牌桌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我们回到亨利·福特，他的一生充满了争议，他绝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但正是他身上那种粗粝的生命力，那种为了目标不拘小节、敢于试错、快速迭代的精神，让他冲破了时代的束缚，成就了一番伟业。洁癖、专业、完美，这些特质本身都是顶级的优点，但它们就像上好的丝绸。如果你是一个食不果腹的流浪者，你需要的不是一件华美的丝绸长袍，而是一件粗布棉衣，能让你在寒风中活下去。对于一无所有的普通人而言，我们的人生就是那片寒冷的荒野。道德洁癖让我们错失了取暖的篝火，专业主义让我们冻死在寻找完美地图的路上，完美主义则让我们因为害怕摔倒而寸步不前。所以，请允许自己不干净一点，去链接那些能给你带来价值的人和事。请允许自己不专业一点，勇敢地用你现有的能力去解决问题，去换取回报。请允许自己不完美一点，把你的想法和作品大胆地亮出来，接受审判，快速成长，把手弄脏，及时下场。人生不是一场需要无菌操作的手术，错一步就万劫不复。
它更像一场体验时长有限的开放世界游戏。当你终于看透了那些所谓的规则背后的 bug， 你才算真正开启了属于你自己的无限游戏。那一刻，你不再是被生活洪流裹挟的浮萍，而是驾驭着自己命运之舟的船长。哪怕舟船简陋，前路波涛汹涌，你的眼中也只有那片星辰大海。最后，留给屏幕前的你一个问题：在你身上，哪一种思维洁癖的烙印最深？你又打算如何为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行一次大扫除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和思考。